洪朝帝王习近平身边的亲信最近纷纷掉线失联，除了朝堂风云，还上演起了后宫戏。坊间传闻习的红颜铁凝悄然卸任作协主席，蔡奇的情妇韦丽倒在腐败的门槛前，而最新落马的前山西省长金湘军或牵出刚从中组部长换岗的李干杰的妻女，大搞官位批发代购，这一环套一环的，仿佛是一场有剧本的清洗秀。当核心的光环开始暗淡，身边的人马都快成了反腐风暴的祭品。这场权斗大戏才刚刚开始，已步入政治黄昏的习近平，会不会也像毛泽东一样，最后看着自己搭建的帝国在身后轰然倒塌？大家好，我是邵峰。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讲过文坛美女作家铁凝，她曾掌舵作协19年，如今终于画下了句点。这可能与习近平的权力滑坡有关，毕竟习是不会将自己心中的文艺女神亲自拿下的。相反，习近平上台后，他一直是作协和文联双料主席，并一路晋升到副国级，看来是得到了某种特殊的青睐。今非昔比，就在中央巡视组巡视文联与作协党组之后，未满任期的铁凝意外卸任作协主席。他在文联合作多年的老搭档党组书记的李毅也被换下。这位副国级女高官在自己长期盘踞的地盘上出事，看来她的靠山习近平真的失势了。上个世纪80年代，年轻文青铁凝在花山当编辑，怀抱着诗和远方，跑去河北体验生活，而习近平正在河北正定当地方的芝麻官。著名的时评人高鑫曾表示，有知情人向他透露，习近平一直对铁凝赞赏有加，两人还来过一场文学沙龙。坊间传说，习还深情提问，你的处女作是哪部？当年要不是铁凝太文艺，他爸又嫌高干子弟不靠谱，今天的国母可能就不是彭丽媛，而是他了。铁凝曾在中共的两会上目送习近平路过时面带微笑，且含情脉脉，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对了，据说习近平后来遇见彭丽媛的时候也是这么问的，你的处女作是哪部？这开场白是不是有点太熟练？作为中共吹捧的德艺双馨的典范，铁凝早年的涉黄小说曾被人翻出。作家刘继兴在微博上讽刺地表示，铁凝的代表作《大玉女》通篇大尺度色情描写，却被奉为当代文学经典力作，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还入围了茅盾文学奖。作家严言文早年也曾撰文，揭露作协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的时候，2010年，铁凝带着作协的一帮人赴重庆开会，霍博接见，微博造势宣传。当时处于大旱灾区的重庆，灾情十分明显，而作协的作家们却在享受总统套房，开豪华宴席，奥迪车接送，极尽奢侈之至。严言文怒斥作协，一席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作协是一个什么机构，是一帮什么人呢？韩寒对此说得好，作协的作用就是把一群野狗养成家狗，最后成为走狗。而作家慕容雪村则调侃道，中国没有文学，只有宣传，那些不是作家，都是干部，他们做做法事，吃吃燕鲍翅，住住总统套房，
不算什么奇闻，网民们就不要聒噪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迎来了当地民众的怒吼：铁凝为首的作协们滚出重庆！如今铁凝终于滚出了作协，这不是普通的退休，而是政治风向的转变。看来习近平的红颜知己已经不再红了，而文联下属的武协与铁凝交好的高层们也纷纷中枪躺下。其中被清洗的维利上演的却是蔡奇后宫塌方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艺术交流处的前副处长维利，一位看似官职不高，但实权大得吓死人的武林女王。别看只是个副处长，她可是全国舞蹈考级的总把关人，人家还曾是舞蹈家协会秘书长。你家闺女考个拉丁舞3级，古典舞8级，全得看她脸色。教材她审，内容她定，老师她挑，考官她派。说白了，整个舞蹈圈都是她的后花园，谁进谁出，全凭她说了算。这么大的权力握在手中，里面的门道肯定很多。维利只要动动手脚，肯定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你说他背后没人，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民众的八卦魂早已无法停止。坊间传闻，这位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蔡奇的情妇。如果这传闻属实的话，那这不是普通的贪污腐败的事了，而是红潮内廷清算大戏的重要剧情了。中共高官有这个传统，爱从文艺圈中找情妇，唱歌跳舞的比党校女研究生灵动多了，挺好。维利从舞蹈学校的小老师一路升上去，光明正大，靠的是教学有特色。实际背后可能早已有人为他搭教铺路，步步高升，最后成了舞协的权力中枢。他一人说一句话，就能决定一家舞蹈机构的生死。这么大的舞场，哪个人想跳进来，少不了拿着大礼包来给娘娘请安。这位前副处长估计也习惯了。你以为舞蹈教材是教小孩转圈圈的？人家背后赚的是关系网、利益链和升官路。舞协变成了后宫，教材变成了权杖。只能说这年头想学跳舞的孩子们真不容易，结果考级的门票都成了权贵游戏的筹码。那么这样一位权倾舞坛的女王，为什么突然被巡视组给点了名？巡视组这一刀砍下去，其实砍的不是她，而是蔡奇，甚至可能连皇上习近平都在抖一抖。因为有人在围猎习的核心圈层，蔡奇是习最信任的打手之一，现在他的爱妾出事了，这场戏才刚刚开场。海外平台 X 曾传出更劲爆的消息，去年年底，蔡奇的儿子蔡尔金在北五环遭遇离奇车祸。大家都知道，中共官二代从来不是简单的撞个车，就像令计划的儿子经历了一场同样的交通事故一样，政治暗杀阴谋论开始浮出水面。还有传言中纪委早就出手了，结果蔡公子没被送医，而是被请去喝茶，带走调查了。中纪委暂时按兵不动，看来先从外围的小妈动手了。蔡奇的仕途是否已风雨飘摇，可是观察习近平政权是否稳固的一个关键风向标。如果蔡奇出问题，那就表示习是肯定出了问题。而习近平的另一个打手李干杰近期处境也是大事不妙，自己刚从中组部长下调到统战部长，
还带上了他的老婆和女儿一同入戏。前山西省省长金将军本来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却被查出严重违纪违法，现在被中纪委请去关起来喝茶了。而这壶热茶一端出来，竟然烫到了李干杰的家人，说明这戏还真不是独角戏，而是一出多线并行的大戏码，牵出了一张高层权贵朋友圈。旅居澳洲的蒋网正在 X 平台写道，李干杰及妻子涉金将军案配合调查，李干杰老婆和女儿和金将军家人关系匪浅，涉及多位干部在履职升职期间钱财交易。蒋网正披露说，李干杰的妻子在湖南某大学任职，千金在华润置地工作。金将军的老婆和李干杰的夫人这对姐妹淘一起卖官鬻爵，帮一堆干部通关升级。不仅如此，金将军还想靠着李干杰的影子捞个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位子，后来转战内蒙古省委书记也没戏，只能说仕途之路难如上青天，金将军只好换个姿势下台了。如果此爆料当真，现在这事就闹大了，让人不禁怀疑李干杰被突然调离中组部，改去当统战部长，是不是早有伏笔？毕竟他之前可是中组部的一哥，掌握中共高官的升迁大权，是货真价实的人事判官。这样的大人物如果也要被查，那可真是习近平的朝中无人，老婆女儿也要自求多福了。时评人李牧阳也表示，李干杰任职中共中组部部长期间，掌管着中共副部级以下官员的选拔任用，他是否在任内存在权钱交易，其妻女是否有卖官鬻爵的行为，其实不言自明。如果李干杰的妻女被调查，说明他也悬了，被调离中组部，看来是有深层原因的。李干杰是习家军清华帮的重要一员，和现任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的得意门生，而陈希和习近平是传说中的上下铺的兄弟，这一连串的铁链关系，现在看起来也可能出现脱钩的危险。文革历史学家宋永毅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晚期如何收场，无非是两个结局。第一，最后像毛泽东一样，在无穷无尽的权斗中耗完他自己的一生。第二，像普京那样陷入战争的泥淖。宋永毅说，30年经济改革的成果被习近平这样一路糟蹋下去，必然使中国落入千孔百疮、一地鸡毛的局面。在中共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的环境中，习近平恐怕要走毛最后的老路，油灯枯尽而死。第二个结局就是战争。他说，习近平因为没有毛这样身经百战、成立红色中国的传奇色彩，那么他想要建立不可动摇的领袖形象，只有一个榜样，普京。普京攻打乌克兰，习近平就打台湾，但他有高干子弟、纨绔子弟的另外一面，就是比较怂，不是那么铁血。他发动战争的时候会反复权衡，犹豫不决。现在看来，恐怕习近平还有第三个结局，就是被反习派赶下台。早有传言，中共元老支持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军内挑战习成功，已成为现在掌握实权的幕后人物。从目前炸出的这一出出大戏，从军队到地方，从官场到文艺界，也都朝着那个谣言导演的方向去了。而这一切
全都发生在中共即将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之前。坊间还流传出习近平可能因病退位的传言。接下来的剧情会怎么走？这一个个铁锤砸下来，谁还能安然站着？中共内斗的这场大戏，谁会是下一个领便当的角色？会是红潮第一男主角习近平吗？这里是希望世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并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